上一次我们讲过心盲症，那这一次我们来讲一下脸盲症好了。脸盲症也就是说那些没有辨认出人脸能力的人，全世界大概只有2%的人有脸盲症。那简直说就是我，因为我感觉我在美国看所有老外都长一个样。那不叫脸盲症了。反正有时候第一天上课打过了招呼，第二天上课我就不敢跟他打招呼了，因为我都分不清是谁，我就怕认错就会特别的尴尬，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有脸盲症一样。不是，你说的那个不叫脸盲症，你说的那个叫做跨种族效应。跨种族效应呢？对，就是你看亚洲人不是你都认得清吗？对吧？但是你只有看外国人的时候你才认不清。那外国人看我们亚裔其实也是这样，他们看亚裔都是不太容易认清，但他们看他们的本国人也是都认得清的，这就叫做跨种族效应。这种和脸盲症没什么关系。OK， 但很像，我感觉很像。我现在要说的这个是真正的脸盲症，就是他们的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看物品一样，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苹果，看一个苹果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大小、形状和颜色，但是当你把这个苹果放到一篮筐的苹果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记得你当时看的那个苹果是哪一个，就是你还是可以分辨出那苹果的不同，但是你完全没办法记住说分辨出哪一个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苹果，就是它们总体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而这也就是脸盲症患者的感受。那么他们有一些呢是看不清脸，就像是脸上打了马赛克一样；有一些则是看得清脸，但是分辨不出来。那这样子就很难受吧？因为每次我看到马赛克就很难受，那种未知的。那脸盲症的话呢，我们就得说到左脑和右脑的分别了。我们之前在第2期的镜子里的自己也曾经提到过，说左右脑的分工是有不同的。所以视频前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自己很帅，但往往别人觉得你很丑？你好奇的原因就在这一期这里。那么脸盲症的话是分有先天和后天的。后天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脑部受到了重创，也就是我们的右脑部分的梭状回面孔区受到了严重的重创。你说什么？什么梭状回面孔区？梭状回面孔区？那什么东西？你大脑中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可以。而我们的右脑相比我们的左脑要更负责于人脸识别，同时也更倾向于就是整体上的观察，而细节部分呢是由左脑来负责的。所以说有的那些脸盲症患者，他们即使说没办法认清人的脸，他们还是有办法说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不同的人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之类的不同，这些细节他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因为右脑受损的关系，所以说导致他们没办法把这些细节拼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脸来辨别不同的人。这一点的话，对于正常人来说，感觉还是比较难想象的。对，所以说脸盲症患者的感受的话，用刚刚那个苹果的例子，可能大家还是不太容易清楚的了解到。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幅图片，试着在不颠倒手机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认出这些图片上的人个个都是谁。即使是平常非常熟悉的人的脸，也能说出这些五官是否好看。只要把人脸颠倒过来，我们就认不出来这些人是谁了。患有脸盲症的人，一般见一个人需要见好几次才可以把它记住，每次都只记住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人的发型、走路姿势，或者说他们的惯用语。所以照你这么说的话，右脑是负责整体，左脑是负责细节。脸盲症的人呢，是右脑受伤的多，所以说可以靠左脑分辨人的五官这种细节，但是就是因为右脑受伤，导致他无法把这个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脸。他能看清五官的话，这也意味着不影响他的审美能力吗？对，没错，脸盲症其实是不影响审美的，因为他们可以看到那些细节，所以说他们知道这些人的五官，比如说眼睛是不是够大，或者说嘴巴是不是够小、够扁之类的，这些审美他们还是有的。所以说像我这个脸盲，就是根本分不清楚谁漂亮不漂亮。说实话，我跟她在一起不是因为她漂亮，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漂不漂亮。所以不知其美的刘强东，即使是真的脸盲症，他也不可能说不知道奶茶妹妹好不好看。所以说他在装。有些患有脸盲症的人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有脸盲症，所以他们的日常交流其实有很大的阻碍。他们遇到认识自己的人给自己打招呼的时候，他们会装作认识，然后迅速的会在脑海中想这些人到底是谁。这简直在说我。所以其实脸盲症患者是很可怜的，因为不被人记住是一件挺受伤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些患有脸盲症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会导致一个误解，就是这些人以为自己对对方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才不被对方记住。所以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误会呢？有一个办法就是，每当我们认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就当做他有脸盲症，然后在每一次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可以释放一些自己独特的信号，告诉对方自己是谁，比如说动作、装饰，或者说你自己的习惯的口头禅。这样当你下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只要你重复这些行为，他们就会知道你是谁。可以，这样的话是时候给自己想一个我自己独有的手势动作了，每见到一个新朋友我就做一次。
我建议你每次见到一个新朋友打一套军体拳。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话说脸盲症它是一辈子的吗？还是说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而改变它？目前脸盲症的治疗方法还是没有的，所以说只能通过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脸盲症去介入别人的一些细节特点，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日常生活。所以说照目前看来的话，还是创造一个自己的独有手势很重要，而且这样的话，不管对方是否有脸盲症，也可以很好的让对方记住你。比如说你的军体拳。